Rich， 巴菲特最新公布的持有现金高达1600美金啊！你看，巴菲特老人家是不是在告诉我们，美股已经太高了，金融危机要来啦？今天这个影片，我们除了会解答为什么巴菲特会持有这么多现金的理由之外，我们在影片的最后也会跟大家分享2个 AI 的高速成长的公司。那这2个公司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要避免捞底的，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要值得留意的，它可能在未来也可能会继续成长的股票。那大家记得留到最后哦。那我们都知道，巴菲特他是首先注重考虑风险的一位价值投资者。在过去这个市场涨了这么多、这么乐观的时候，巴菲特是选择了持有更多的现金去观察这个市场。那这个时候也开始有很多的少年股神，或者是有媒体报道开始嘲笑巴菲特这一套方法已经过时了。其实我们也要说一下，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投资者和捕捉成长股的投资者，有这2种的投资者，而巴菲特就是属于前者。而这些价值投资者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先计算这个股票的价值，然后用一个比较 discount 比较优惠的价格来购买这个股票。那怎么样来计算这个公司的价值呢？就是预测它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到现在的现有价值。而这些成长股现在的现金流也不是很多，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个成长率套用在成长股当中去计算它未来的现金流价值，但是这个未来的未知数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一般这些价值投资者他们不会这样去做。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些价值投资者他们需要一个相对的安全边际来购买股票，一般他们会注重这个价格是远远低于这个价值的时候他们才会入手。而现在我们看到最近涨了很多的 AI 行业当中的公司也是属于一些高增长的行业，而这些高增长的行业它相对来说没有安全边际，换句话来说就是相对比较贵，所以巴菲特他是没有捕捉到这些成长股。当然之前他也说过，他也错过了微软和 Amazon 这些大名鼎鼎的公司。那另外还有一个考虑因素就是折现率，现在我们看到短期的国债已经回报超过 5%， 而国债的收益率上升代表这个折现率也会上升，而这个折现率上升也代表这个股票的价值会下降，那价值投资者就更不愿意去购买股票了。而同一时间，无风险的短期国债收益率有 5%， 所以巴菲特把他的现金放在短期国债是一个资产配置的策略，并不代表他看淡未来的美国股市。因为股票市场当中除了价值投资者之外，还有一些投资成长股的投资者，而今年涨得最多的就是这些 AI 行业的高速成长股。现在他也错过了 Nvidia 和 SMCI， 这不代表巴菲特不行，而是代表的价值投资者在一个牛市亢奋的时候，他会错过一些高增长的明星股。那著名的成长股的投资者有 Peter Lynch， 也有现在的 Cathie Wood，或者是软银的孙正义。我们看到 Cathie Wood 和孙正义他们很容易出错，在牛市的时候他们的投资的成绩可以轻松的跑赢巴菲特，但是一到熊市来了或者股票调整的时候，他们也会输很多的钱。所以孙正义曾经有一个名声叫这个世界上输钱最多的男人，而 Cathie Wood 在2022年科技股调整的时候，他也是输得很惨。所以大家要衡量，千万不要去高追一些明星股，因为真的调整的时候，这个股价也会跌很多的哦。所以在我们的投资当中，要分清楚到底我们是在做价值投资，还是在寻找10倍股。在寻找10倍股的时候，我们更看重的是商业模式，它的竞争能力有没有在未来做到垄断的这个潜力，最好还是有故事可以讲，使到它有一天可以让大家讲故事变成一个明星股票，这样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资金去追捧，当然这个时候也会涨得非常的高了。那说到成长股，我记得在2年前我们有一个10倍股的比赛当中，Papa选择了 Nvidia， 现在是涨了4倍哦，而我当时候选择了 Unity， 就是一家提供游戏引擎给游戏开发商的一家公司，现在是跌了很多。在今天说的业绩之后，我们也看到它的业绩很差很差，那我也是甘拜下风啊。Papa， 为什么现在它的业绩这么差，但是你能够提前3个月预测得到呢？有位同学问 Unity 是不是还是10倍股呢？那首先我讲讲我的意见啊。首先呢，我觉得啊，它去年收购 IS
其实是出于一个 desperate move 绝望。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它本身的业务一直在亏钱。当时它收购的 IS 是赚钱的，它收购了 IS 之后，在账面上开始赚钱，其实是那个 IS 收购回来的赚钱的业务粉饰了它本身 Unity 的亏钱的业务，所以好像看起来这个业务有增长了，盈利有了。现在回看啊，就开始明确了啊，因为我们小股东很多时候都是蒙在鼓里面的，在很有限的一个资讯的时候，只能够推测。那现在看回的话，他当时为什么收购 IS 呢？就是 Unity 的本来的业务啊，看不到怎么做到 profitable， 做到有盈利，所以他需要收购一个已经有盈利的公司，来使到他的公司好像有盈利，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绝望的一个收购。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让他收购呢？肯定他出的价格很高了，外加公司卖掉了，套现了，走了，拜拜了。所以当时给他收购的价格之后，收购的时候什么都说了好，哎，我们可以合作啦，之后有协同效应啦，之后 good luck。那个新的 CEO 也说了，没有那么简单，没有达到以前想有的那个协同效应。其实本来一个收购的人很绝望，所以什么都看起来是 OK， 随便了，随便了，可以了，可以了。另外一个啊，调高了价格，收购了给你，然后就开始跑路了。所以这个收购其实是不成功的收购，两方面都有绝望。一个收购，收购完之后 CEO 可能也看到这个 post merger integration， 收购完合并之后的融合啊，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本来是希望放在新收购的被收购的那一部分的业务，但是那一部分不会好了，不会好了，就不会卖给你。所以呢，他们就是找出路嘛，又试了第二个改变他们的收费价格，没有想到这个市场的反应是这么大，他们是高估了市场可以接受的能力，或者高估了他们自己的议价的能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又取消了他们的收费这个调整。那之后他的 CEO 辞职了，为什么会辞职呢？我推算有两个可能性，一个他为了要客户满意 sorry 我做错了，是我的错，人搞起这个。另外一个可能，他这个 CEO 看到这个公司的未来都不知道怎么能赚到钱，他最后的一个尝试都失败了，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走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高层，他的股价一直有在跌，不是很高，在这么低的股价的时候也在大量的抛售，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下去。那刚才 Shirley 有提到的，他到了2026年的时候有一些可换股债券到期，那现在股价这么低，肯定人家不会换股了，人家不会换股的话，人家就要钱不要股，要你还债，这个时候他肯定还不了债，那他还不了债，新的盈利又没有，所以我估计啊，现在就辞职的那个 CEO 和一些高管根本就看不到什么可变的未来，所以其实情况是不太好的，这导致了整个股票包括内幕人士在卖啊，整个股票在往下这个趋势在走。那我们以前的作为一个10倍股的前提就是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一旦他的客户开发了游戏之后，转换成本很高，使到他之后有垄断的能力。那现在看来呢，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或者 at least 最起码就在现在这个可能性还没看到，也是延迟了这么久，所以在种种这个情况下，找个机会快点走。那 Rich 其实你也不用那么自责，因为我们作为小股民很难掌握所有的信息的，我们只能够关注每一次的业绩报告和管理层对未来的指引，再加上观察他们的行为去推测和获取一些蛛丝马迹，所以你2年前看不到是很正常的。我也相信随着经验的累积，你以后会更加懂得一个企业的经营，他们管理层决策背后的蛛丝马迹，而推算到他们没有讲的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另外一只在 AI 行业内的股票，我们也曾经公开分享过的就是 Lemonade， 它也出了业绩，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业绩报告到底怎么样。那如果不熟悉 Lemonade 这家公司的，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Lemonade 是利用了 AI 的科技来做大数据的分析和网上的营销，它的客服等等都是用了 AI 的技术，所以它在成本上有优势，也是在过去几年在美国是成长的非常快的一个保险公司。我们来看一下 Lemonade 第4个季度的财政报告，它公布的营收是1.15亿美元，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是比去年同比增长了30.6%。
并且也是跑赢了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也代表 Lemonade 的产品呢是很受市场的欢迎，这也是因为它背后用了很多 AI 的技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loss ratio， 它的 loss ratio 是77%，是同比下降了12%。这也是因为它用了一些大数据，这也有效的降低了它的保险的赔率。它的毛利率它是在过去1年翻了1倍以上，达到了29%的毛利率。它的 earning per share 是负每股61美分，这也是远远超过了市场预期的负0.8美分。那虽然 Lemonade 这一份业绩报告在各项指标都是 beat market expectation， 超越了市场的预期，也是同比增长的非常的亮丽。但是这个不代表股价会涨，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Lemonade 的股价在业绩公布之前的5天已经是涨了27%，代表着投资者预期它的业绩是很亮丽的，所以是头部的买入了。Lemonade 管理层之后给出来的指引也是不错的，相对这个 quarter或者是去年的同比都继续的有增长，但是市场的预期是更高了，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股价已经是跑在实体的基本因素的前面了，很大的可能会调整了。我们来看一下选股5步曲的第4和第5步，就是透过技术分析判断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Lemonade 的技术分析。那 Lemonade 的 RSI 已经是超过了70，已经是属于一个超买的阶段，再加上之前涨了这么多，有一些短线的投资者短暂离场，这也是很合理的，所以不排除有一些回调的压力。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如果一家公司业绩亮丽，放在普通的时候，股价不会涨这么多的。但是现在美股正在进入牛山，而且我们觉得这还是牛山的初期 ，AI 所带来的泡沫还在初期的阶段，短期内还不会爆破。而在这个泡沫的阶段里面，任何有好的业绩报告出来，股价都会涨好多。就像我们最近看到业绩报告出来之后 ，NVIDIA、SMCI 包括最新的 Beyond Meat， 他们的股价都涨了很多。Lemonade 在业绩公布之前，投资者也是偷步的把这个股价推高了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握这个难得的牛山的派对。所以我邀请大家快点来一起学习，一起寻找未来业绩会高速成长的成长股，因为在牛山的时候，成长股的投资者会跑赢价值股的投资者。那大家可以在资讯栏里面去寻找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些投资的方法。今天我们也是5点钟就起来为大家分析这个业绩报告，而且制作这个视频，所以给我们一个赞吧，当然也要给自己一个赞。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有价值的话，也帮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下次再见哦。